2008年8月18日，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座无虚席。上午10点10分，男子110米栏小组赛，当那个高个子的红衣男子走到跑道上时，瞬间引爆了全场9万多名观众的掌声和欢呼。他们呼喊着刘翔的名字，震动着整个体育馆。这样的人气和关注度，同天比赛的100米飞人博尔特都望尘莫及。那些支持刘翔的观众认为，给他多高的待遇都是应该的。这可是中国首位奥运会男子田径短距离项目的金牌得主，110米栏的历史上第一位集奥运会、世锦赛和世界纪录于一身的大满贯选手，更是唯一一位在这个项目上打败了黑人运动员，站上领奖台的黄种人。说他是中国之星、亚洲之光，一点都不为过。而这次在家门口举办的奥运会还占据着主场优势，他2度拿下这块含金量很高的奥运会金牌，简直是10拿9稳。为了见证这一历史性的一刻，很多人专程从外地赶来，从黄牛手里买下几倍甚至是10几倍的高价票。刘翔加油，刘翔必胜的横幅拉满了观众席。可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的热情从云端坠入了谷底。发令枪响不到2秒，裁判示意有人抢跑，需要重赛。而这时呢，冲出去几步的刘翔却一脸痛苦，单脚跳了几下之后，低着头慢慢的往回走，期间几次弯腰抚摸自己的腿。然后他并没有像其他运动员一样回到起跑线上，而是一瘸一拐的走出了赛场。看到这一情景，本来还山呼海啸的场馆突然安静了下来。当时在场的一个观众回忆说，他身边好几个人都面面相觑，窃窃私语，纷纷猜测刘翔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会突然退场呢？有个大爷还非常自信地安慰身边的老伴说，咱们是东道主，刘翔这是不用预赛了，直接进决赛。可是很快大喇叭里头就传出来一则消息，让所有的人惊掉了下巴。刘翔因为腿伤已经正式退出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根据一位现场记者的描述，在广播结束后长达1分多钟的时间里，全场鸦雀无声，好像在场的几万人集体失声了一般。突然，一个矿泉水瓶飞了出来，砸在离看台不远的一处空地上，然后所有人就如同突然苏醒过来一般，砸瓶子的、大声咒骂的，还有很多人高呼要退票，以及刘翔必须出来道歉。在等待了半天都看不到刘翔或者他的团队出面有所表示之后，很多失望至极的观众们纷纷提前离场，在场的摄像机更是拍到有人哭着离开现场。而场外那些手持第2天110米栏决赛票的黄牛党们，此刻更是欲哭无泪。就在今天开赛前，这些票已经被炒到了原价的20倍不止。可是呢，依然有人不愿意出手，觉得这价格还能继续上涨。结果就在刘翔退赛之后，直接就砸在了手里，哪怕是原价转让都无人问津了。而在电视机前目睹了这一幕的人呢，只能上网发泄自己的失望。随着舆论的推波助澜，原本的遗憾和意难平，很快就发展成了冲天的怨气。不仅是刘翔，还有他的教练孙海平，甚至是中国田联体育总局，都成了被骂的靶子。里面最出名的一条评论是：你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啊！只能说，当初说这句话的人，可能做梦都没想到，发泄式的这么一句话，居然会在4年后一语成谶。当然了，这是后话，咱们待会儿会说。很多人质疑说，刘翔的腿伤退赛根本就是装的，目的是来逃避他拿不了奖牌的尴尬。不过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跟那些直到退赛的最后一刻才感到无比震惊的观众们不同，进行现场转播的英国 BBC 电视台的体育解说，从刘翔热身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他的腿出了大问题，断言他根本无法开跑，就算是奋力而为，勉强启动了，也仅仅是为了家门口的观众而已。And 99% of the fans up there have no idea what he's risking. He could risk his entire career by damaging himself so severely if he's already injured before he starts this race. Well, particularly, we don't know where the pain is. If it's his Achilles, that is definitely a career-ending, not a career-threatening injury, it's a career-ending injury.
事后还有另外一段录像流出，是刘翔在运动员通道内用脚砰砰砰的狠踢了几下墙面。这样的做法让旁边几位外国运动员都看呆了。作为一个把双腿视为生命的田径运动员，主动做出这样伤害自己的举动，简直就是匪夷所思啊！我们有一个按摩的一个专家，就是帮刘翔在局部做这种极端的刺激，就是以疼来止疼。按摩大夫这个手指的力量是特别大，这个他本身他这个地方就疼，那么他就要把它按得他发木，所以当时给他按完以后，他起来感觉好一点。那么这个好呢，实际上就在按完以后就疼过了，这一阵疼过以后，他感觉好一点。那么后来他进到里面减入处的时候，在里面他这个劲已经过了，那实际上他那个是非常非常的疼。后来呢，教练孙海平解释说，是因为刘翔的跟腱上已经出现了3处钙化物，别说是跑跳跨栏了，就连站立和走路都会疼痛难忍。早在2个多月前，华山医院运动科主任陈世义带领医疗团队对刘翔的腿伤进行了会诊。当时的结论是必须要动手术才能痊愈，但是因为奥运会迫在眉睫，根本没有时间进行手术后的恢复，于是就决定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案。可是由于赛前训练强度的加大，刘翔的伤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实在是没辙了。教练孙海平只能叫来按摩师，对他的右脚后跟进行了以痛止痛的治疗。一番大力按摩之后，刘翔痛得连汗水都把衣服给打湿了。不过也只是暂时让他达到了疼过了劲儿就感觉不出疼了的效果，看似能够重新起跑了。可这仅仅是训练而已啊！真到了上场的那天，能不能跑，跑成个啥样，所有人包括刘翔自己心里都没底儿。孙海平在后来的一段采访中说，他当时把刘翔的伤情如实汇报给了有关领导，但是呢，领导出于大局考虑，要求不能对外公开这一消息。在刘翔比赛的2天前，曾经有大批记者前来围观他训练，当时就有不少人已经看出来了他腿有问题，状态不佳，但是却很快收到了体育总局新闻报道处发来的内部文件，要求所有人口径一致，说刘翔训练效果出色，精神面貌良好，非常有信心拿下金牌。可实际上到了比赛当天，连那个残忍的以痛止痛都无法起到作用了，刘翔只能用暴力踢墙的方式来进一步麻木自己跟腱的疼痛，以达到要求的带伤上阵。之后呢，就发生了夺冠大热门在最后关头退赛的那一幕。用事后刘翔的话来说他在起跑的那一刻就燃尽了身体里残存的意志力，结果没想到对手抢跑了。这个时候他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无法再一次经受起跑的折磨，只能无奈退出。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抱歉，对，我一直不敢相信这个是真的，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退出奥运会呢？之后进场的时候，我是硬着头皮进场的。当时我进场的时候，看这个全场9万名观众一起为我加油啊！我真的镜头笑了一下。对啊，我想能够振奋一下自己。后来我就上起跑器，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跑下去，但是我实在没有办法。我过2个栏之后就脚都支撑不起来了。我一看到大家那种很焦急的目光，我就感觉很心痛。自己实在是做不到，所以说觉得我应该放弃吧。在他退赛后呢，面对记者的追问，国家体育总局田管中心的主任罗超义给出了领导层的意思：一是怕打击观众的热情；2呢是刘翔当时的主要对手古巴选手罗伯斯在预热中的成绩是12秒87，在这个时候公开刘翔的伤情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3是刘翔的脚的确受伤了，但是赛场如战场，受了伤打封闭也必须要上场。这最后一条说白了就是想豁出去赌一把，万一刘翔上场以后面对几万名观众，突然小宇宙爆发跑起来了呢？这就类似于把一个已经烧断了灯丝的灯泡抓起来一顿猛摇，万一刚好就接上了，搞不好还能比之前更亮呢。至于能亮多久，这次亮完之后会不会就彻底灭了，
并不在当时领导的计划当中。著名的媒体评论员老梁后来在自己的一期节目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说领导之所以要反复给刘翔的团队以及刘翔施压，除了在奥运会上给国人争面子之外，也有出于利益层面上的考虑因为作为当时中国名气最大的运动员，刘翔身上有包括可口可乐的国际大牌在内的14个代言呢，年收入高达1.6亿人民币这里面呢有相当一部分是要上交给体育局的。如果事先公布了他不能参赛，那必然会引起这些厂商提前撤资，另寻人选那这样不仅刘翔的荷包会大幅缩水，体育总局的收益也会跟着一路走低。关键是体育总局跟刘翔本人这个团队将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因为刘翔本人的广告费有很大一部分归国家体育总局，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个既得利益集团。如果你让这个受伤交易出去了，会影响赞助商对他的赞助，会影响广告商对他的投入，所以经济利益决定刘翔跟孙海平在伤病面前一定要闭嘴。老梁当时在节目里没提具体的分账数额，但后来呢，在自己的一本书叫《体育评书：另一个中国体坛》里头就披露了，说刘翔的广告代言费50%归他自己，15%归教练孙海平他们，15%给田径协会，剩下的20%归上海体育局。也有媒体曝光说，这只是原则上的分配比例，刘翔的代言费到手其实还不到一半。不过不管是老梁还是别的帮刘翔说话的体育媒体人，他们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在网上对刘翔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中。很多人甚至还把这事儿上升到了伤害中国观众感情的高度。2008年年底，在进行1年大事记总结的时候呢，就有人归纳出了3个跟跑有关的事儿，说该跑的没跑，指的就是刘翔退赛；不该跑的跑了，说的就是在汶川大地震里头丢下一屋子学生，自己率先逃生的教师范跑跑；想跑的呢，跑不掉，说的是广大在股市中被套牢的股民们。只能说中文之博大精深，你看就这么几个有关跑的词儿，一系列的排列组合下来说尽了人们心中的失望、愤怒、无奈和心酸。而对于刘翔来说呢，他人生的前25年的确是成也跑，败也跑。1983年7月13日，刘翔出生于中国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刘学根是自来水厂的一个司机，母亲吉粉花是一家国营食品店的点心师。根据父母回忆小时候的刘翔爱跑爱跳，淘气好动，个头呢也比同龄的孩子高出一大截儿。于是他在7岁的时候被一个小学体育老师看中，加入了田径校队。几年后被启蒙教练顾宝刚选入了上海普陀区少年体校，一开始呢练的是跳高。按照这个走向也许呢他会像我们之前说过的孙杨那样，利用自己的天赋和体格优势突出重围，在赛场上大杀四方。可是这次发觉他的教练多少有点看走了眼，因为在训练了几年之后呢，刘翔的身高就进入了一个停滞期。尽管1.8米的个头放在普通人当中绝对算是高的了但是比起跳高运动员动辄1.9米、2米的超高个头，他还是明显矮了一截。那身高不够，就只能用起跳来弥补。为此刘翔更加刻苦训练，可结果却依然不尽人意。就这样，跳高组的教练把他退货到了短跑组，短跑教练呢又觉得他太高了，底盘不稳，练了一阵也没出成绩之后干脆把他放到了2队。也许是因为觉得他腿比较长，一个名叫方水泉的教练也会时不时的教他一下跨栏。1998年，当时已经是上海名教练的孙海平刚好来体校办点事儿，等待期间无意中就看到了在操场上练习的刘翔。他一眼就觉得这个孩子很特别，脚上跟安了弹簧，跑起来一蹦一蹦的。但是呢，他很快又暗暗摇头，因为在他看来刘翔的跨栏节奏混乱，毫无章法可言，一看就是没有系统训练过的野路子。旁边的教练跟他介绍说这孩子之所以有如此特殊的跑步姿势，是因为之前多年练跳高留下的肌肉记忆，弹跳力惊人可惜速度提不上去。言下之意就是这孩子练了半天，练成了个4不像。当时刘翔快15岁，各项机能和指标都已经定型，错过了绝大多数运动需要的童子功。不过这些不利因素都没能劝退孙海平教练，在他看来，刘翔才是块真正的璞玉。
如此强大的弹跳力和爆发力，他之前只在黑人运动员身上看到过。由于孙海平第二天就要带队去外地拉练，因此呢也没来得及跟刘翔和带他的教练好好聊聊。结果等了1个多月，重回体校找人的时候却傻了眼。刘翔因为实在是不出成绩，已经被体校领导劝退了。而且呢，体校的校风也相对较差，年纪最小、性格老实温和的刘翔啊，一天到晚的被人欺负，所以父母干脆就把儿子领回去了。无奈之下呀，孙教练又只能找到刘翔家里头。而这次啊，刘爸刘妈却坚决不许儿子再练体育了。他们觉得在体校练了7、8年都一事无成，还不如趁现在插班回普通中学好好读书，考个大学才是出路。可是呢，孙海平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放弃的人。他一遍又一遍的上门劝说，最后跟刘翔父母立下了3条保证：保证刘翔不受欺负，保证能让他读大学本科，以及保证他享受到1线运动员的待遇。看到如此诚恳的教练，爸妈也犯了难，只好叫来刘翔问他自己的意见。在面对这个是不是依然有兴趣练跨栏的问题时呢，他略带腼腆的点了点头。就是这一点头，改变了他和孙海平的一生。1999年3月，如同孙教练承诺的那样，刘翔进入了跨栏的1线队。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也是技术最差的一个。当时一起受训的谭春华回忆起第一次见到刘翔，觉得他呀就是跳得挺高，速度呢还行，就是其他呀什么都不会，根本就不是个练跨栏的人呢。可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了什么叫做后生可畏。在孙海平的一手调教下呢，刘翔的进步简直如同坐上了光速火箭。还不到16岁的他参加了上海举行的全国田径大赛，本来应该是少年组，却一举拿下了成年组级别的第4名。而这个时候啊，他才只是针对性的练了1个月的跨栏而已啊。2001年，刘翔先后2次击败了同门师兄，有着亚洲篮王称号的陈彦浩，随后又获得了大学生运动会的冠军，11月又夺得了9运会的金牌。短时间内如此大幅度的提高成绩，甭说是国外选手了，就连国内的同行都曾经引起过不少的传言。孙海平就回忆说啊，曾经有个教练直接跑过来问，给他吃了什么东西这么好用？言下之意就是甭藏着掖着了，给我们也来点吧。面对这样的问题呢，孙海平只能尴尬的陪笑，实在问急了便说，刘翔他有他的秘密武器，腿上安着发动机呢。其实啊，这话也没说错，刘翔的发动机就是他之前练跳高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异常强劲的臀部和髋部肌肉，也就是俗称的屁股大有劲儿。有关这一点啊，刘翔的队友同样是跨栏高手的史东鹏就回忆说啊，有一次2个人在国家队集训的间隙一起去商场买条牛仔裤，这俩人呢腿长腰围都差不多，但是同一条裤子，史东鹏呢轻轻松松就能套进去，刘翔却拉到大腿死活都提不上去，急的是满头大汗。孙海平后来总结发现啊，一些黑人运动员之所以爆发力特别强，主要就是臀部的肌肉异常发达，整条腿就是一个倒萝卜形。在针对性的强化之下，将本来就天赋异禀的刘翔就练出了黄种人的身，黑人的腿。这样一台秘密的发动机能让他在场上既有猎豹一般的敏捷和速度，又有草上飞一般的轻盈。好啊，5秒0是再来5秒0对吧？这要多说一句啊，刘翔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经历了大小600多次药检，频率直追飞人博尔特。可是呢，所有的测试结果都是阴性，哪怕后来因为2次退赛而被媒体臭批，也没有任何有关禁药的丑闻爆出。孙海平呢，也在很多场合表示，刘翔的成绩100%真实，任何时候进行检查，随时恭候。不过他也强调说，这些年刘翔吃的喝的都会经过他的检查，一旦离开了视线的饮料马上就不能喝了，商家的应酬也一概推掉，怕的就是在这上面出篓子。只能说啊，在110米栏这个既考验身体素质又对技术有着极高要求的项目上，刘翔和孙海平就是互相成就的一对绝配。另一个细节呢，也能体现孙海平的心思缜密。他手里啊，其实有2个记录本，一本上面就如实记录了刘翔每次训练的真实成绩，而另一本给刘翔和别人看的呢，这上面的数据啊，总会比真实成绩慢那么1-2秒。有时候刘翔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啊，明明好像已经跑得很好了嘛，
但是孙教练还是一本正经的在那掐着表，嘴里说不行啊，有待提高。就这样，一边是心知肚明的暗自窃喜，一边是蒙在鼓里的埋头苦练。孙海平对刘翔说，这届奥运会你的目标是能进决赛就行了，放宽心，放开跑。但是啊，在2004年从北京出发去雅典的前一天，孙海平呢还是没能忍住，偷偷给刘翔的父亲刘学根打了个电话，说老刘啊，刘翔最近状态很好，有句话我只对你说，刘翔这次出去很可能会出奇迹。这话呀，让刘家老两口琢磨了半宿，实在想不明白儿子究竟跑成啥样才能算是奇迹。结果几天后啊，就有了答案。刘翔在110米栏决赛中以超过第2名接近3米的优势冲过了终点，不仅夺得了金牌，还以12秒91的惊人成绩打破了奥运纪录，追平了科林杰克逊保持了11年的世界纪录。不仅是全场为他欢呼，坐在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也在那么短短的10几秒钟内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热血沸腾。最重要的一点，这还是中国奥运历史上第1块男子田径金牌啊！谁说黄种人不能进前8？谁说黄种人不能拿金牌？太兴奋了！谁说黄种人不可以拿到奥运会前8呢？我今天一定要证明给大家看，我是奥运会冠军。我觉得梦想终究会变成现实的。刘翔一战封神，这块来之不易的金牌被认为是雅典奥运会上含金量最高的金牌。刘翔也成为了闭幕式上的中国队持旗手。回国的飞机上，刘翔被升进了商务舱，这是他21年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奢侈待遇。而更令他惊喜的是，隔壁坐的正是他的上海老乡姚明。姚明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老弟，你这下回去可就要火起来了。”本来以为只是大哥的随口客套，等飞机降落后啊，刘翔才发现大哥是所言非虚。面对前来欢迎的人群，体育总局的领导指示刘翔成为第1个走下旋梯的运动员，后面跟着的是拿了2块金牌的郭晶晶。回到家乡上海的时候，欢迎的人群更是从机场一路排到他家，把从未见过如此大世面的刘爸刘妈吓得1个星期都没敢出门。说我在你后面不太合适吧？没，我记得我后面是郭晶晶，他们还来排位的。哎呀，我真受不了，一下子我就觉得怎么闪光灯都在往我这里闪，我还在看后面。然而刘翔奇迹并没有到此结束。2006年7月，他在国际田联超级大奖赛瑞士站的比赛中，以12秒8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13年之久的世界纪录。1年之后，在大阪世界田径赛决赛中，他被分到了最靠边的第9跑道，不仅风速受影响，而且比赛中呢也难以观察对手的情况来做出调整，是公认的垃圾道。可是就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刘翔依然以强劲的实力和心理素质，以12秒95的成绩获得冠军，成为至今依然被田径迷们津津乐道的第9道奇迹。那几年啊，如日中天的刘翔火的是一塌糊涂，还顺便带火了一个名叫冬日娜的央视体育记者。他不仅报道了多次田径世锦赛，还从1999刘翔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开始对他进行采访和跟拍，可以说是一步步见证了他如何成为体坛巨星，更是以刘翔头号粉丝、铁杆小迷妹自居，每次啊都抢着第一个把话筒递给刘翔。不过啊，他的业务能力呢，却令人不敢恭维。不仅经常问出一些不太专业的问题，还特别喜欢通过拉踩别的运动员来抬高自己的偶像。比如啊，他曾经在一次赛前采访中，向咱们之前提到的刘翔的队友史东鹏问出这么一个问题，说你有信心获得亚军吗？毕竟冠军是刘翔。你说面对这么无理且有点愚蠢的问题，史东鹏也不好翻脸，只是尴尬的一笑了之了。谁知道啊，冬日娜还继续追问说，那你觉得跟刘翔在同一个时代是不是很悲哀啊？刘翔这些傲人成绩的背后呢，其实也有着巨大的伤病隐患。只有教练孙海平知道，徒弟那特殊的弹跳式跨栏风格尽管成效突出，但是每一次起跳和落地都会造成更大的跟腱磨损。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刘翔才25岁啊，正是运动生涯的黄金年龄，跟腱就出现了多处钙化，需要手术切除。可以说刘翔获得的那些奖牌，还有他代言得来的钱，都是他一步一步透支自己的健康和运动寿命而得来的。
而在刘翔北京奥运会退赛风波之后，不仅是众多的广告商纷纷离他而去，收入直接腰斩，就连那些口口声声说要永远支持他的粉丝，也在网上对他肆意的谩骂侮辱。后来刘翔对那段时间的形容是看尽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在延绵不绝的谩骂声中，2008年底，刘翔前往美国进行了跟腱手术，然后经历了长达1年的康复训练。就当所有人都认为刘翔应该到此为止了，下一步就是宣布退役的时候，他却上演了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王者归来。2009年9月，阔别赛场已久的刘翔参加了在家门口举行的田联大奖赛上海站。在决赛中他和美国名将特拉梅尔几乎同时撞线，最后裁判员不得不通过电子仪器辨别的方式判断特拉梅尔的有效部位先过终点，刘翔屈居亚军。这块来之不易的奖牌让全场观众再度沸腾，人们惊呼刘翔又回来了。1个多月后，刘翔在全运会中夺冠，成为首位在这个赛事和项目中获得3连冠的选手。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在亚洲田径锦标赛、东亚运动会上接连胜利，似乎又恢复到了5年前那个无往不利的巅峰状态。而这时，那个既生瑜何生亮的对手还是出现了，那就是古巴选手戴隆·罗伯斯。其实呢，罗伯斯不是什么新人了，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之后，就是他轻松拿下了110米栏的金牌。不过当时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刘翔身上，甚至有人觉得他的胜利有那么点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的名不副实。不过罗伯斯的实力却完全不容小觑。2008年6月，捷克田径大奖赛中，他就跑出过12秒87的好成绩，打破了刘翔保持的12秒88的世界纪录。1个月后，罗伯斯又跑出了12秒88的前世界纪录，成为了该项目第1位，亦是正常风速下能2次跑进12秒90大关的选手。刘翔伤愈复出后他们更是成为了运动场上旗鼓相当的对手。每次国际大赛的第1、2名都是在2人之间产生，期间呢还出现过因为干扰对方而被判犯规的情况，让他们之间竞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刘翔的教练孙海平在反复分析了2人的比赛录像之后，发现不管是身体素质还是技术，其实刘翔跟罗伯斯都是难分伯仲的。但是罗伯斯人家手里头攥着一个最强劲的杀手锏，那就是他是第1位可以7步上栏架的男人，这在他跨越手栏上能够占尽优势。而刘翔一直是和别的运动员一样8步才能上栏架，于是孙海平就认为要战胜罗伯斯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刘翔也学会7步上栏。但是说起来容易这不仅代表着他要改变长久以来已经养成习惯的节奏和步数，更意味着他需要在起跑的时候用更大的爆发力和弹跳。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第1栏的发力腿将会从左腿切换到右腿，刚好就是他之前伤痕累累、先前已经动过手术的那条腿。在本来就脆弱的跟腱上施加如此大的压力，无异于是一场豪赌。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们要打开他腿上那个已经被封印的伤病恶魔，而与恶魔交易的回报将会是刘翔重回110米栏的宝座。2012年5月，已经熟练掌握了7步上栏技术的刘翔，第1次在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的比赛中使用，效果奇佳，轻松夺冠。比赛开始，刘翔的起步反应还是比较快，快速上第1个栏，刘翔处于领先，前3个栏大家都在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理查德森本第2位，奥利普再往前赶，刘翔保持状态，最后冲刺12秒99，刘翔跑进13秒，刘翔再次跑进13秒，风静了，雨停了，刘翔回来了。1个月后，在尤金站中，他更是跑出了12.87的个人历史最佳，只可惜当时的风速超标，纪录不予承认。这些好成绩也让全国人民对他在即将举行的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夺冠充满了信心，觉得罗伯斯那个古巴仔的秘诀已经被破解了，就等着吃刘翔的尾气吧。如果说这是一部好莱坞拍的励志体育片，那么结局就应该是刘翔克服了重重困难，王者归来，夺得金牌，像当年周润发扮演的小马哥在电影《英雄本色》里面说的那样，我等了3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有多么了不起，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
只可惜呀，刘翔的人生剧本并没有这样一个光明励志的结局。2012年8月7日，伦敦奥运会男子110米栏预赛，在比赛开始前，现场大屏幕播放着刘翔8年前在雅典夺冠的场景，气氛烘托得十分到位。刘翔的神情也相比北京奥运会时轻松了不少，面带微笑和观众们招手致意。这样那些远道而来的粉丝们更是对他充满了信心。然而啊，等发令枪响后，情况却急转直下。先是他旁边跑道的波兰选手刚起步就放弃了比赛，这一突发情况不仅影响到了刘翔的节奏，似乎也完全打断了他的心态。面对近在咫尺的第一个栏的时候，他突然右腿一软，起跳高度不够，左腿直接撞到了栏架上。在栏架倒下的同时，刘翔也在全场几万名观众的注视下重重地跌倒在地上。就像4年前一样，全场在一片惊呼之后鸦雀无声，眼睁睁地就看着刘翔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单着脚一步一步地跳出场外。但是在马上就要进入运动员休息室之前，他突然停了下来，考虑片刻之后又回到了场上，就那么用一条腿坚持地跳到了终点。4年前的那句你就是爬也要给我爬到终点，终于还是应验了，只是没想到现实会如此悲壮。在亲吻了最后一个栏架之后，刘翔眼含泪水被扶上了轮椅，推出了场外。1个小时后，中国代表团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刘翔因为跟腱断裂退出了本届奥运会。此话一出啊，舆论自然是一片哗然。很多人认为，如果去掉后面那段跳到终点、亲吻栏架、含泪退场的情节，刘翔简直是把4年前的退赛剧本重新拿出来又演了一遍。但是再怎么深情作秀，也掩盖不了他是个骗子、懦夫的本质。把全国观众当猴耍了2次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不过也有行内人站出来给刘翔说话，资深的田径评论员也是前职业运动员陈晨，在反复观看了刘翔的比赛录像后认为，刘翔从一开始起跑就和往日不太一样，他的前3步用力过猛，几乎是使出了蛮力，强行让自己冲起来。而这种不顾身体状况的强行发力，不仅让他失去了之前比赛时的轻盈，也让他的跟腱终于支撑不住而断裂。最后陈晨他自己都想不明白，刘翔作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为什么会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做出这么一个自毁式的跑法呢？飞人博尔特也表示，退赛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2次，实在是太不幸了。刘翔是一位伟大的选手，最重要的是他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又回来了，还调整了上篮技术，他是一个真正的冠军，我为他感到难过。值得一提的是啊，那个刘翔的一生宿敌罗伯斯，在1天后举行的决赛中，因为大腿肌肉拉伤，同样退出了比赛。之前和刘翔同组的美国选手梅里特，最终以12秒92的成绩获得了金牌，同样是退赛，而罗伯斯和刘翔所受到的待遇却是天差地别。其实一开始啊，可能是有北京奥运会退赛的前车之鉴吧，所以呢，刘翔收到的指责和质疑，相对于4年前的要轻一些。网民们呢，多半也是以讽刺和调侃为主，就他干脆别着急回国啊，留下来参加完残奥会再走。可是到了奥运会结束后的8月21日，网上突然出现了一段录音，说话的呢是中央电视台体育解说员杨健。他在之前全程报道了刘翔的比赛，并且在他退赛的时候语气哽咽地说，刘翔就是一个战士，在明知道不可能跑到终点的时候，他飞了起来。可是呢，在这段私下谈话的录音当中，他说道，其实预赛前记者们就得知了刘翔的旧伤复发，状态不好，于是向领导请示，得到的指示是封锁消息，一定要对刘翔这样英雄式的运动员给予赞美。于是啊，他对可能出现的比赛结果准备了4种不同的解说预案，分别是刘翔跨栏失败，受伤退赛；刘翔勉强比完，但是预赛就被淘汰了；刘翔晋级复赛，但是无缘决赛；第4就是像北京奥运会一样，根本就不跑。这4种可能，唯独少了刘翔夺牌的选项。而这4种结局，不管是哪一种，最后都会归总到他那句煽情的总结上。那这段录音一出啊，网上马上又炸了，人们本来快要平息的怒火又再度点燃，觉得这就是刘翔团队、央视记者和体育总局3家同穿一条裤衩，联合起来蒙骗观众嘛。
一天后啊，南京的报纸《东方卫报》以头版头条的大标题说：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观众在傻等着见证奇迹的时刻。几个小时后，有关刘翔退赛的微博相关信息达到了3800万条，绝大多数都是负面的。当天晚上呢，新浪微博还发起了一起非官方的投票调查，结果在19000个参与的人中，76%的人表示听到这一消息后感觉被骗了。哪怕是后来刘翔的团队公开了他的病历，证实了他的确是在比赛中跟腱断裂，也没能平息那些有关他的非议。骗子、耻辱成了他身上挥之不去的标签。2014年，就在刘翔几乎已经完全从赛场上和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时候，一场闪婚闪离的婚姻则把他的人生从悲剧变成了一场闹剧。咱们前面提到的那位古巴选手罗伯斯和刘翔啊，尽管赛场上是一生宿敌，但人家俩人啊私下里却是英雄相惜，交情不错。2008年呢，刘翔因伤退赛后啊，罗伯斯就在采访里头说，换作是我会去找个女朋友或者心爱的人结婚，刘翔应该去找个女朋友了，人生不应该只有跑道和栏架。后来啊，他又在一个公开场合里说，我是什么都没有啊，但我有一样是刘翔没有的，那就是我有个女朋友。这家伙呀是天天训练，简直是疯了。但凡有个女朋友，为了把胜利献给他，也许他就能跑到12秒6呢。只能说啊，罗伯斯在刘翔的终身大事上操心的像个慈祥的老父亲。不过呢，刘翔在前31年的人生当中啊，的确除了那个记者冬日娜，几乎没有传出过什么绯闻，更别说是公开女友了。但是啊，在2014年的9月9日，刘翔突然在微博上公开了一组照片，宣布自己结婚了，新娘是个演员葛天。葛天呢，长相漂亮，五官大气，笑容爽朗，典型的山东姑娘，1.7米的个头，和刘翔非常般配。两个人穿着运动服，在栏架前的一张合影啊，堪称是一对璧人。葛天在微博中称，和刘翔是在2014年的5月份恋爱，一见钟情，4个月后呢就领证结婚。刘翔更是表白说他是自己除了跨栏之外的人生最爱。可是呢，这段婚姻仅仅持续了不到9个月，就以性格不合而宣布离婚。算下来，两个人从相识到分开前后的时间还不到1年，的确可以说得上是闪婚闪离。这个离婚的消息传出以后啊，网上顿时是传言四起，有说葛天假怀孕逼刘翔结婚，结果真相暴露后被刘家人扫地出门，还有说啊，是因为刘妈做了5块红烧肉，葛天吃了1块呢，还想再吃，被婆婆当场指责之后怒而离婚。而更多的说法则是葛天当时啊拍了一个电视剧，里面出现了一个裤裆藏雷的情节，让刘翔觉得太丢人了，因此离婚。这前2种说法呀，很快就被葛天和刘翔的家人否认了。毕竟刘翔自己30多岁的成年人了，有常识和判断力，怎么可能上演假孕上位这种宫斗戏中的狗血桥段呢？而那个1块红烧肉引发的离婚，那更像是网友编出来揶揄上海人的段子。作为唯一一个进入过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运动员，刘翔的身家少说也有好几亿，怎么可能因为1块红烧肉而跟媳妇翻脸呢？而至于最后一条，倒是真有其事。葛天呢，在婚后参演了一部叫做《一起打鬼子》的电视连续剧，里面啊就有一个情节，是他饰演的村姑银妹去探监被日军关押的游击队爱人的时候呢，居然从裤裆里头掏出来了1枚手榴弹，而且啊，俩人在一番卿卿我我你侬我侬之后，把这手榴弹举过头顶，来了个自拍的姿势后，跟敌人同归于尽了。你说这段情节不管是在内容还是表演上啊，实在是有点尴尬，堪称是抗日神剧中的地滑板水平。上映后啊，更是惹来了骂声一片。刘翔老婆裤裆藏雷就成为了网络热搜，还有好事者把剧照 P 成了各种网络热梗图，连刘翔连带着又被骂了一回，说他找老婆的眼光实在太差。不过说实话呀，出现这种离谱的情节，主要应该骂的是编剧和导演，还有背后的投资人啊，把枪口对准一个演员，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啊。葛天呢，就像是当年赛场上的刘翔一样，只是身不由己的干了件本职工作而已，怎么也就成了舆论攻击的靶子了？葛天的确没有从和刘翔的婚姻中获得什么事业和名气上的加成，反而被这个抗日雷剧啊所拖累了，再也没有什么叫得出名的影视作品问世，到后来只能在一些地方台的综艺节目中亮相。
尽管刘翔和葛天一直都没有公布他们离婚的真实原因，但是个人认为他们的婚姻很可能就是两个在事业和生活上受挫人的抱团取暖，如同冬月中围着路边篝火的路人，在火熄灭之后分道扬镳，各自执着前行。2015年4月7日，刘翔在个人微博中发表了题为“我的跑道，我的蓝”一文，宣布结束自己19年的运动生涯，并发表退役感言。根据世界田联给出的数据，他一共参加了85次世界大赛，获得了40个冠军、16次亚军、12个季军。如果加上亚洲级别的比赛，他一共拿到了51块金牌，而他所保持的奥运会纪录，在20年后依然无人可破。这是一个让绝大多数职业选手都无法企及的成绩，但是可惜的是，人们只记得他在北京和伦敦的2次退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个人职业运动生涯中，碰到过困难、挫折和对手时，我从来没有退缩过、逃避过、害怕过。宣布退役后刘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退役后不会转行当教练，也不会担任体育局的官员，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好好的享受余生。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除去偶尔受邀作为嘉宾参加赛事解说之外，他更多的时候则完全的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2016年1月，刘翔公布了新恋情，对方是前女子撑杆跳运动员吴莎。据说两人在20多年前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就认识了，她是刘翔情窦初开的时候的白月光，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后还是走到了一起。2016年9月，二人官宣结婚，婚后呢，在世界各国游山玩水，俨然从运动员转型成了旅游博主。在他们发出的照片中，刘翔比起之前明显发福了不少，昔日如雕塑般的肌肉线条开始渐渐模糊，脸也跟着圆润了不少。两人婚后8年并无子女，对此吴莎表示，两人还没玩够呢，等想要孩子的时候才会考虑。刘翔呢也认同妻子的想法，认为身边有一个爱自己并且始终如一陪伴自己的人才是人生中最大的幸福。很有爱心的他们一起收养了很多流浪小动物，从猫猫狗狗到兔子，甚至是山羊，都被他们照顾得无微不至，还经常去救助中心做义工。每每提起妻子和毛孩子们，刘翔都是一脸的笑容，幸福感溢于言表。不过人们却并没有真正的忘记他。前几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苏炳添在半决赛以9秒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纪录，成为了第一个在奥运赛事上跑入10秒大关的黄种人。全场为他欢呼的同时，人们似乎又找回了2004年夏天刘翔所带给大家的热血沸腾。于是呢，这个名字再度被人提起。不过这次并没有讽刺和谩骂，而是深深的思念和愧疚。也许当年痛骂过刘翔的那些人，现在要么已经老了，要么已经长大了。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他们也或多或少亲身经历了那种被梦想、金钱、上司、压力所裹挟着的身不由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无奈。也许他们真正理解了刘翔在伦敦发令枪响，嘴角的那一抹微笑，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那些绝世高手，只有忍痛废掉自己一身武功，才能真的从江湖中抽身离开。他的那一笑带着悲凉和决绝，奋力扯断了根剑，也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也许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指责刘翔变成理解刘翔，最后成为了刘翔。于是我们都欠刘翔一个道歉，以2000万点赞的热度被推上了微博热搜。而对此呢，刘翔只是微微一笑，没必要，我不需要道歉。这样的大度更是让当年那些痛骂过他的人羞愧难当。他反而选择了我，因为你有目标，因为你有前进的方向，因为你也有奋斗的动力。我要拿全国冠军，我要拿亚洲冠军，我要拿奥运会冠军，我要打败更多的欧美选手。所以说，我要努力向前，向前。